2000年 PS2 正式发售，随着硬件性能的提升，画面表现力也有了质的飞跃。鬼武者的推出为玩家带来了全新的动作游戏体验，同时也展现了开发团队在设计和技术上的实力，是 PS2 时代动作游戏中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鬼武者初代讲述的是获得鬼之龙首的武者明智佐马介秀满，为了拯救被掳走的血姬，与幻魔展开战斗的故事。官方将游戏类型定义为战国生存动作游戏。游戏结合了日本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加上颇有黑泽明电影风格的世界观设定，以及由演员同时也是玩家的金城武担任主角明智佐马介的脸模，这在当时都成功吸引了玩家们的眼球。关于游戏的制作花絮，网上还可以找到当时的影像内容，这里就不拿来水时长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行去找找看。游戏制作初期，原本只是打算以金城武为形象原型，就在寻找声优的阶段，开发人员偶然得知游戏的音乐负责人和金城武认识，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联系到金城武。出乎意料的是，金城武本人对这个企划非常感兴趣，不仅提供了自己的形象，还主动提出要为角色配音，期间深度参与了游戏制作的多个环节。以 Look 人闻名的道传京二担任本作的制作人，他在《恶灵古堡2》的开发期间负责宣传推广工作，在参与的过程中，让他萌生出如果是我的话会这样做恶灵的想法，随后便提出了战国版《恶灵古堡》的企划案。因为当时《恶灵古堡2》的开发中曾经历过一次推翻重置，道传京二就借这个机会将废案恶灵 1.5 进行再利用，制作他自己的《恶灵古堡》。虽然原定平台是初代 PlayStation， 可随着 PS2 的公开亮相，游戏也随之转向性能更强的全新平台。在命名上曾有过不少有趣的提案，例如鬼斩，日语发音与饭团相同，还有像鬼头战士佐马介，明显是在恶搞机动战士 Gundam。鬼武者于2001年1月25日发售，是 PS2 平台上首款销量突破100万的游戏，为整个系列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场的 CG 动画更是获得了2000年 SIGGRAPH 电子剧院的部门大奖。本作的核心玩法包括吸魂、一闪与必杀技能要素，不过在操作上依然保留了生化危机的坦克式移动方式。画面背景同样采用预线忍 CG 制作，这也导致部分场景在视角切换时略显混乱，整体流程偏短，通关后的追加要素也不是很丰富。剧情方面，由参与过多部影视剧与动画脚本的山尊生担纲。他是卡普空子公司 Flagship 的重要成员之一，曾参与《生化危机》系列及《鬼武者》前3作的编剧。游戏中出现的魔空空间和东映在80年代制作的特摄宇宙形式系列中万人强化时所进入的空间名相同，这可能是因为 Flagship 中有许多成员都曾参与过东映的特摄制作，所以才把这个梗加入到游戏。游戏中有管弦乐队演奏的 BGM 极具氛围渲染力，甚至有玩家称其为系列的最高杰作。负责作曲的是有现代贝多芬之称的佐村和内守。根据他后来的自传记载，从1993年起，他的左耳就失去了听力。除了给电影、电视配乐外，他还曾参与制作过《生化危机》交响乐专辑。1999年1月，正式确定由佐村和内守负责《鬼武者》的音乐交响组曲《Rising Sun》。另一名作曲家西原龙根据他写好的曲子，为超过200种的乐器进行编曲。同样根据佐村和内守的自传描述，1999年2月，他的双耳已经彻底失聪，
直到2001年游戏发售时，他才向外界公开了自己有听力障碍的事实。过去之所以没有公开，是不希望以此为卖点博取大众的同情。时间来到2014年，据周刊文春爆料称，佐村和内守多年来的作品实际上都是由影子携手代笔完成，而这位枪手正是为《鬼武者》做编曲的新元龙。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新元龙承认，从1996年开始，以佐村和内守名义发布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由他创作。佐村和内守也很快召开道歉记者会，为了表示反省，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之后一直默默地进行音乐创作。通过后来披露的内容得知，在《鬼武者》音乐的制作阶段，佐村和内守并非全聋，虽然确实有听力障碍，但彻底失聪的说法纯属编造。当时卡普空的相关人员也对此事知情，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隐瞒。应该任谁都不会想到，在游戏发售10几年后，居然会爆出这样的丑闻。鬼武者在2002年还推出了名为《幻魔鬼武者》的加强版，游戏平台为 Xbox。这个版本除了提升游戏难度，还加入了一些全新要素，例如新增的绿魂，在吸收后可提高攻击和防御力，集齐5个绿魂便可以进入鬼之开放，期间角色处于无敌并缓慢回血的状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初代并没有鬼武者变身的设定，至于原因，看过结局动画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了。整体而言，初代鬼武者相比后续作品显得更为严肃，氛围营造上也更接近早期的生化危机，不少桥段的演出都有与之类似的表现。2018年，鬼武者推出了面向多平台的 HD Remastered 版，由于 HD 版是基于 PS2 版进行的移植，所以没有包含 Xbox 版的追加内容。除了画面全面高清化，移动方式也做了优化，所有角色的语音也进行了重新录制。除了金城武以外，其余角色都更换了声优。金城武在 HD 版重新配音的表现获得了玩家们的广泛好评，许多曾在 PS2 时代吐槽他咬字不清的玩家，这次纷纷表示他在声音的演绎上有着惊人的进步。楓、俺は北に行く。お前は向こうから回ってくれ。分かったわ。楓、俺は北に行く。お前は向こうから回ってくれ。分かったわ。另外，由于作曲版权争议，HD 版中对部分音乐进行了替换。2002年3月，《鬼武者2》正式发售，创下系列的最高销售纪录210万份。这次卡普空大胆启用了已故演员松田优作作为主角柳生十兵卫的面部模特。演员松田优作于1989年因病去世，享年40岁。通过游戏重现已故演员的形象，引起大众的关注。游戏的主题歌《Russian Roulette》则由前摇滚乐队 Boy 的成员布在银泰演唱。这次跨界合作又为游戏拉满了话题度。故事设定在前作的16年后，主角柳生十兵卫返回家乡，却发现族人已经被织田信长屠戮殆尽。继承鬼之力的柳生十兵卫踏上了复仇与讨伐信长的旅程。在系统和画面表现上，《鬼武者2》相比前作有明显进步，新增的武器种类丰富，同时加入了蓄力攻击和每种武器独有的秘传攻击。新加入的死魂可以让主角变身为鬼武者，对一闪系统进行扩展，加入了连锁一闪与蓄力一闪，游戏流程有所松长，可操作依然沿用了初代的坦克式移动，背景也同样采用预线 RCG 呈现。鬼武者2的开发其实是在初代制作阶段就已经启动，由于两作开发时间重叠，导致无法复用初代的资源，一切只能从零开始。制作初期的游戏系统也和成品不同，系魂也是在初代发售后才决定要继承的系统。
游戏在制作前期一直没有确定演员，因为道传健二认为现役演员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当时身为游戏导演的江城元秀前往东京的 Flagship 公司与编剧山村生商讨剧本时，被山村生问到是否已经决定主角的人选。当回答还没有确定时，坐在他们身边的一位影像导演突然发问：假如是已故的演员，是否能用 CG 复活？江城元秀表示，只要有足够的影像资料与照片，也许可以实现。于是在这位导演的牵线下，卡普空与松田优作的经纪公司取得了联系。虽然经纪公司方同意合作，但还需要向松田优作的遗孀松田美由纪取得许可。最初因为他对电子游戏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一直没有肯定的答复。不过好在两人的儿子同样身为演员的松田农平很喜欢游戏，经过他的解释，母亲松田美由纪才终于同意了卡普空的请求。为了尽可能还原松田优作的形象，制作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松田美由纪还亲自前往大阪，对角色的形象进行指导。制作团队相信，通过游戏这种特殊媒介，或许能比影视作品更好地重现演员当年的风采。除了外形，重现松田优作的声音也非常重要。最终通过海选，决定由大森达也负责主角的配音工作。本作的整体氛围参考了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七武士》。出于挑战和致敬的目的，特意为游戏加入了大雨场景。CG 动画相比前作也有长足进步，为了更真实自然的表现，对马和演员同时进行动作捕捉，不再像前作那样通过后期合成来制作。本作的音乐请来作曲家岩代太郎操刀，角色设计则由电影导演、插画家雨木清太负责。知名的作品有《假面骑士》、《牙狼》等特摄影剧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涉足游戏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参与过多款游戏的美术相关工作。在游戏的发表会上，道传健二曾表示，仅凭游戏人制作游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需要集结整合各界人才专业能力，共同创作的时代。2025年5月，便向现代平台推出的 HD Remastered 版正式上线。针对现代玩家的游戏习惯做出了许多优化，没玩过且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去试试。これが俺の新しい力だ。鬼武者系列的第3作，作为系列的完结篇，除了初代主角金城武的回归，还大胆启用了法国影星让雷诺。本作讲述的是1582年，明智佐马介为讨伐织田信长，卷入了本能寺之战，却在关键时刻被黑暗空间吞噬。与此同时，在2004年的巴黎，特种兵杰克也在幻魔的突袭中同样被卷入了黑暗空间，两个人穿越时空互换战场。跨越时空的鬼武者们自此开始了各自的战斗。2004年发售的本作采用了双主角设定，玩家将在日本战国与现代巴黎两个时空交替操作2名主角。虽然设有跨时空的协力解谜要素，但大部分流程还是以单一时空分别推进。本作对角色的动作再次进行了追加，鬼武者变身也终于可以由玩家自主选择时机。尽管部分老玩家对世界观设定的变化不满，但游戏也因为简单明快的设计，吸引了不少新玩家。得益于全新的游戏引擎，背景终于改为即时演算的多边形场景。在当时的海外玩家间，对游戏全3D 化的呼声很高。身为制作方的卡普空也明白这点。其实初代就想过要使用3D 背景，但受限于当时的制作能力，无法仅用多边形制作出媲美预渲染 CG 的背景。而2代也因为立项较早，无法进行改变。不过也得益于此，对制作新引擎预留了足够的时间。本作中整个场景的多边形可用量约为5万，其中的3万分配给角色与动态物体，剩余2万则用于背景。如何在限制范围内制作出不逊于前作的画面，是制作团队所面临的课题。为了能显示更多同屏角色，新的图像引擎引入了动态 LOD， 每个角色都配备高精与低精2套模型，近景会显示高精度模型，远景时自动切换至低精模型。
两套模型会随着试点变化，自动削减模型的骨骼和多边形数量。普通敌兵建模为3000个多边形，切换到远景低精度模型时，多边形数最少可以削减到300个。通过这个方式，理论上最多可以同时显示约50名角色。游戏的操作也迎来重大改变，彻底告别了坦克式移动，不再拘泥于战国版《生化危机》的框架。前两作为了照顾演员的粉丝，所以难度设计上有一定的妥协。而3代作为系列的完结篇，考虑到前两作玩家应该已经适应了游戏，所以对难度做出了调整。一闪的判定比之前更严格。本作的穿越时空设定，早在初代开发结束后就已经开始酝酿，当时就有现代法国作为游戏舞台的构思，直到正式进入开发阶段，才确定了由让·雷诺出演。让·雷诺是直到2003年7月才开始同时进行动作捕捉和录音的工作。游戏中的杰克作为现代军人，一度考虑让他使用枪械，但为了保留系列砍杀的传统，最终选择让他使用鞭子做武器。加入了物理演算的鞭子，除了用作攻击，在移动上的设计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在初代配音时，由于金城武档期紧张，只能分别录音后再剪辑合成，直到2代才首次实现声优同步录音。到了3代，为了呈现自然的演出效果，制作组通过调整声优们的档期，让金城武也加入到同步录音中。另外2位主演的正式见面，其实是在游戏的完成发表会上。CG 动画由苍泽干龙和山崎贵共同负责，受苍泽干龙邀请加入的山崎贵身兼导演、脚本作家、视觉特效制作人等头衔，参与过多部电影和 CG 动画的制作。もうここにはいられないんだ。2人ともやめて。のび太さん嫌がって。道传金二给了他们最大的创作自由，没有过多的限制。由于是动作游戏，如果 CG 中加入太多动作演出，担心提前展现给玩家而失去新鲜感，所以前两作在 CG 中都刻意回避动作戏份。本次的 CG 制作方 Robot 提出，希望能加入大量动作演出。道传金二出于信任，全盘接受了这个提议，为了制作出媲美动作电影的 CG 动画，还特地邀请了动作影星甄子丹担任武术指导。在2003年的制作发表会上，道传金二在最后透露，好莱坞正在筹备拍摄《鬼武者》电影版，预定2005年上映，但此后却音讯全无。2007年再次传出过《鬼武者》电影版的报道，之后就没了下文，不过也无法确定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本作的全球销量达到152万份，并于2005年推出了专为双核优化的《鬼武者3 PC 版》。之前信长死后，幻魔军随之消失，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后，乱世被终结。1596年，随着妖星的出现，丰臣秀吉性情大变，日本再次陷入混乱，幻魔也重返人间。一名挥舞着大刀四处猎杀幻魔的神秘男子出现，被人们称之为黑之鬼或灰烬之苍鬼。本作的主角苍鬼本名结城秀康，是德川家康的次子，年幼时曾被丰臣秀吉收为养子，后来又成为结城晴朝的养子。而初对应历史上的前景初，是织田信长妹妹阿市的女儿，她的姐姐是丰臣秀吉的侧室，如果按辈分算，苍鬼应该是她的侄子。柳生十兵卫茜，拥有鬼之眼的14岁少女，不是也是《鬼武者2》主角的孙女。罗伯托·弗洛伊斯是西班牙与日本的混血儿，6年因战乱失去双亲，被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收养。南光坊天海，居住在比瑞山严立寺的神秘僧人，现年63岁。如果对日本战国史有所了解，或许已经猜到他隐藏的真实身份。2006年，正赞作品里的最后一款《新鬼武者 Dawn of Dreams》发售。初代鬼武者是在2001年的1月发售，为了预示新的开始，也特意将本作的发售日定在1月。道传进二以执行制作人的身份把控核心内容，制作人由小野义德担任。
游戏在保留动作核心的同时，加入了更多 RPG 要素。不仅武器种类大幅增加，还加入了装备强化与合成系统，玩家可以进行物品买卖。整体玩法更贴近 ARPG， 还是系列中唯一一款使用双 DVD 的作品。歌手滨崎步为游戏演唱了 OP 和 ED 主题歌，两首歌都是根据游戏故事进行的创作。一直为系列编写剧本的山村生，在2005年2月24日因疾病突然离世。在游戏结尾特别加入了对山村生的致敬，缅怀他为《鬼武者》系列所做的贡献。与前几作相比，新《鬼武者》的整体设计感更为新潮，和卡普空的另一款战国游戏《战国巴塞拉》有点类似，这也让部分系列老玩家感到不适。不过游戏整体水准颇高，适合偏好 ARPG 类型的玩家。主角苍鬼后来在卡普空的乱斗游戏《龙之子 vs Capcom》作为可选角色出场。在这之后，新鬼武者还推出了多款柏青哥与老虎机机台。2023年11月2日 ，Netflix 上线了与游戏同名的动画《鬼武者》，主角是步入中老年期的宫本武藏，形象取自日本知名演员三船敏郎，曾主演过《七武士》。7人の侍の中の変わり種、野育ちの暴れん坊。春三十郎。宫本武藏等多部电影。动画中，宫本武藏的声优为大冢明夫，角色设计则出自韩国已故插画师金正基之手。是一部 3D CGI 结合手绘背景制作的动画。地獄とも違う。ここはなんだ？見かけ倒しか。2024年年底，卡普空正式公布系列新作《鬼武者 Way of the Sword》的消息。距上一款《鬼武者》新作已经过去18年。本作的主人公和动画版一样是宫本武藏，不过年龄设定在20多岁，舞台则搬到了京都。角色的面部样貌以年轻时期的三川敏郎为蓝本，制作时有参考他早期电影中的形象。为取得肖像使用权，卡普空不得不多次向不了解游戏的三船 Productions 进行画面展示和说明，最终凭借优秀的演示画面打动了版权方。制作人访谈透露，宫本武藏在游戏中并不是孤身奋战，也会有其他同伴登场，其中也包括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系统方面，除了保留系列代表性的一闪和弹，本作还新增了回避，成功触发时会闪现蓝光，在这期间攻击力会随之上升。另外，本作的难度不会过于刁钻，同时也会加入角色育成要素，整体流程以关卡形式推进，通关时长预计在20小时左右。当然，以上这些内容都是目前公开的情报，可能会与实际游戏存在一定的差异。《鬼武者 Way of the Sword》预定于2026年发售。除了正传，《鬼武者》系列还有不少衍生作品。2003年，《鬼武者 Tactics》登陆 GBA。由于是外传，所以采用了全新的主人公，玩法是标准的战棋游戏，虽然保留了一闪系统，可带来的爽快感不像动作游戏那样直观。同样在2003年 ，PS2 上发售了乱斗对战游戏《鬼武者无赖传》，支持最多4人同屏战斗，登场角色都来自《鬼武者》和《鬼武者2》。本作的前田庆次是初代登场过的梦丸。
另外还有来自3代的加鲁冈特。片头动画直接使用3代 CG 的部分片段，从这点可以看出，本作是为《鬼武者3》预热的作品。除了掌机和家用机，《鬼武者》还推出过多款手机专用游戏。2002年到2003年间，在 J-Phone 推出过专用 Java 游戏，通过现存图片判断应该是动作类。游戏按章节发布，全部共8话。2004年发布了2代的衍生游戏《鬼武木》，同样只能找到图片，看画面应该是五子棋。2005年又上线了解谜动作游戏《鬼武者机关幻魔城》。同年年底，针对 FOMA 902i 系列手机发布了新《鬼武者 Curtain of Darkness》。2012年，面向智能机和 PC 端推出了网页游戏《鬼武者 Soul》。鬼武者终于还是进化成了卡片游戏，本作一直运营到2017年。2013年，推出了 Mobile 专用社交游戏《大家和鬼武者 Card Master》，游戏沿用《鬼武者 Soul》的世界观。2025年3月起，Capcom推出了线下 VR 体验项目《鬼武者 VR Shadow Team》，因为游戏的特殊性，只能前往指定的店面体验。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鬼武者》居然有改编港漫，因为只是草草的看了看，就不在这里多做评论了。相信对《鬼武者》系列念念不忘的玩家大有人在，经历反复的失望后，终于迎来了正统续作。希望《鬼武者 Way of the Sword》不会辜负老玩家的多年等待。如果你有关于《鬼武者》的回忆故事或补充指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按赞和订阅。这里是玩大的 Neil。我们下个游戏再见。